天空中的彩霞也慢慢变成火烧云。前车的尾灯可以当参考点。这是地面上的导航。现在这个时间刚好是下班交通尖峰时刻，5点多。我们今天目的是要去东眼山。为什么这个时间去呢？因为东眼山它今天天气不错，雨应该不会很多，可以拍星空银河。那他们最晚的时间是银河是到今天晚上8点，所以我们准备6点到8点钟时间在那边拍银河。刚好5点半左右的下班时段，正是路上最多车的时候，刚好和别人的方向相反。人家是进城往市区，我是往郊区。马路上匆忙想回家车流和天空中的彩霞形成强烈的对比。随着时间和车潮流逝，天空中的彩霞也慢慢变成火烧云。太阳还没来得及下山，月亮却等不及，早已高高挂起来了。太阳下山后，天空变成深蓝色。原来湛蓝的台东蓝也会出现在这里，只是时间要等太阳公公下班之后才会上演。这边就是很奇怪的地方，内线可以骑机车，可是不能直接左转，要带转。这边就是要往慈湖大溪往慈湖往北横的这条路，台7。那左边这边就是慈湖那个两蒋园区，那目前都关闭整修中。这个我觉得蛮可惜那个整修那么久，这个观光收入就少好多啊。这边就是百吉隧道，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隧道那个也可以人用走路走过去。那这个是新开的一个隧道。跟车友出游常就约在这个 7， 百吉 7。这种山路前面有车可以跟就尽量跟着，因为不用担心速度太快，因为前面帮我们开路了嘛。那有些地方很黑，他帮你开路了，帮你把灯都打亮了，路面照得那么亮，所以再走起来比较安心。自己走的话，真的是只能慢慢走了安全第一。这边到三民了，这边三叉路口，左边是往三峡，也就是台7，那右边就是往北横罗浮的方向。中秋节在烤肉啦。那今天目的地是要到东眼山，所以我们是往右边走。这边在走这个路要小心，常会有当地人直接穿越马路，所以进到这种社区速度减慢不是没有原因啊。这边蛮有特色的晚上才知道，他们把这个装饰的都有一个独特风格。这边就很黑了。那这边山路黑黑的，过弯有一个诀窍，旁边有这个路缘线，路缘线可以帮我们辅助。
如果你路沿线看不到的话，速度就不要那么快，代表你速度太快了。路沿线可以帮助我们看这个山路是往多少弯。由于像这一段很黑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弯是多弯，出弯口在什么地方找不到。这个路沿线跟中间这个标线就非常重要。哦，民宿景观餐厅。好，前面有车可以跟着，我们就把这个雾灯关掉，可以跟着前面的车走。目前北横49.5K 左右，他们还是封闭哦，交通管制。固定时段会放行。哦，这个爆闪灯实在是会影响那个我们看那个路况。这也不知道爆闪灯好还是不好，这么样闪到我们正常路况都没办法看。这边已经快要到那个复兴区公所这一区了。晚上的风这边就有点凉了。右转就是那个脚板山。那我们就继续直走哈。哦。这一段开始很黑了，记得这边每个弯都把它当做一个盲弯，除非你有看到那个它的弯道出口，因为它的地面很黑。这边有一条岔路，就是左转要上脚板山的，左转要到东眼山的，这边左转。让前面有车可以跟就可以当参考点。前车的尾灯可以当参考点。这是地面上的导航。地上这个标线，这个箭头，原来是辅助这个照明用的。晚上打这光下去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这个路线是怎么样。白天不感觉，晚上的话就真的有差。哦，山上变冷了。没有穿一个外套，真的是会有点冷。刚才经过一个青蛙在地上跳，马路正中间。对，没错。上面这段就开始没有路灯哦。这时候看地上的标线就很重要。到了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好，我们要在这边拍星空了。先找一个方位。
感觉像是这个地方，等下看看吧。哇，现在是几乎看不到，黑黑的一片。那这边是一个他们的入口地方，有些微亮光，然后再往上看，可以看到月亮。那其实地面也是有些光，是月亮照的亮光，所以可以看到一点点。可再远一点应该就看不太出来了。这边刚好还有人开车过来，这边车速真的很厉害。晚上8点，银河时间已经过了，走吧，回家。哦，晚上的风哦，吹起来真的是冷啊。哎，这边可以看夜景哦，这边停一下。哦，这是一个农场哎。哦，到下面来哦，气温至少差个5度。现在是舒服的凉，上面是有点冷。呵呵。哦，这边是白天有很多在卖水果蔬菜的地方。他们所谓的那个拉拉山，大部分会把那个水果带过来这边摆摊卖。左边这边也是很多格哈。他们就是在里面卖吃的，卖喝汤啊、面啊，还有他们那些山产啊。这边已经回到三民了，那等一下会经过一个三岔路，一边往三峡，一边往大溪。那我们就要往左边转了。
这边就去大溪了。好，影片在这边要跟各位说声再见，我们下次见啦。